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哈？就是你坐在电脑前，打开那个AI 绘图工具，然后你就随手输入一只穿西装的吉娃娃坐在咖啡厅的落地窗前，然后大概10几秒吧，一张光影超完美、看起来超逼真的图就秒出在你眼前。真的，每次看都觉得很神奇耶。对啊，你这时候喝了一口咖啡，看着那只吉娃娃，心里一定会想说：哇塞，现在的 AI 真的超神，一个超级大脑就把这一切搞定了。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一幕背后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天才 AI 在孤军奋战呢？你以为这只西装吉娃娃是某个全能 AI 自己一个人画出来的？错了，这背后的运作机制绝对会完全颠覆你的想象。当你按下送出的那一瞬间，其实是启动了一连串的接力赛。首先，你输入的文字会先经过一道叫做输入安全检查的关卡。这个模型只负责一件事，就是确定你没有叫它画什么违禁品或是血腥暴力的东西。过关之后呢，任务可能会交给一个语言模型，它的工作是去扩充你的提示词，把你的吉娃娃描述得更生动，比如自己加上阳光洒在金色的毛发上这种细节。难怪每次画出来的图都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哎。没错，然后这个扩充过后的指令才真正交给庞大的图像生成模型去算出那张图。所以这时候才真正开始画图，那画完总该结束了吧？还没有完哦，出图之后还要过最后一关，就是输出安全检查，确保生成的图片没有走宗嘛。最后的最后，才是你荧幕上看到的那一只吉娃娃。既然现在那些通才模型已经这么强了，什么都会，那我们干嘛不直接用一个超强大模型从头做到尾就好？把它拆成好几个步骤，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全部交给最强的来做，不是最稳吗？其实这跟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完全一样，就是术业有专攻，能力全面的通才模型确实什么任务都能接。但这不代表每一项它都能做到最有效率或是成本最低。懂了，这就像你今天只是肚子饿，想问一句今天星期几，结果系统去请了一位米其林5星级大厨来帮你煮一碗泡面。不是说这位大厨不会煮泡面，但他出场费超贵，准备时间超长。你为了煮泡面，把他的厨房大阵仗全开，这运算资源和时间的浪费简直太瞎了吧！换个更贴近你我生活的场景，这就像是医院的科别制度。你今天去医院挂号，总不会期待同一个医生早上帮你开心脏手术，下午帮你看眼科，晚上还顺便帮你洗牙吧？哇，那真的会吓死人，我绝对不敢给他看。如果是这样，那我宁愿他只专心帮我洗牙就好。是啊，所以医院会把不同的专业拆开嘛，系统会先判断你这个任务的性质，再透过一种叫做路由，也就是 routing 的机制，把任务转诊给最合适的模型。这在业界就叫做多模型系统。这种多模型协作绝对不是因为单一模型太废才做的补救方案，它是为了速度、成本和品质所做出的一种主动架构选择。所以就是故意这样设计的。对，把简单的安全检查交给轻量专精的模型，1毫秒就跑完，然后把复杂的画面生成留给大型模型，这才是最聪明、最省电的做法。杀鸡焉用牛刀，这逻辑我买单。但既然你说这是一个 AI 团队，他们在后台是怎么沟通跟分配工作的？会不会像我们人类的办公室一样，大家互踢皮球？这就牵涉到他们的分工模式了。我们从各大厂的架构文件中可以拆解出3种最基本的办公室政治我是说分工模式啦。哈哈，办公室政治，你刚刚不小心说出真心话了吧？哎呀，差不多意思啦。第一种叫做串联，也就是 pipeline。串联像工厂流水线那样吗？对，就像是出版社的流程，作者写完稿子交给编辑，编辑改完交给排版，排版弄好再交给印刷厂，模型 A 做完交给模型 B， 一棒接一棒。哇，那这种风险很高哎。这不就代表如果第一棒是个猪队友，把稿子写得烂透了，那后面排版排得再漂亮也没救了。没错，业界称之为错误传播。这确实是串联模式最真实的痛点，所以一错就步步错。对，所以为了提高容错率，我们会看到第2种模式，叫做并联，也就是 parallel。并联，这听起来安全一点。这就像是医院里的多科会诊，同一份病例，内科、胃科、放射科同时各自看过，各自给出判断。同时进行。对，或者你想想你在办活动，场地、餐饮、邀请函这3个部门是不是分头同时进行？这通常是为了省时间，或者是为了综合多方意见，提高整体的可靠度。好，串联怕出包，并联感觉很棒，效率又高。但等一下，并联最后总得要有人把大家的意见统整起来吧，不然大家各做各的，内科说吃药，外科说开刀，最后报告出来不是4不像吗？总要有人负责瞧好这一切吧。你完美推导出了第3种模式。真的假的？还有第3种哦。第3种叫做协调者 （orchestrator），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AI 界的专案经理，也就是 PM。这个协调者模型本身不写程式，不画图，他只负责接收你的终极目标，然后把这个大任务拆解成好几个小任务，接着发包给底下专精不同领域的模型 A、B、C。
最后等大家都做完了，他再负责把成果组装起来，顺握逻辑，然后交给你。听你这讲法，我最怕遇到那种乱发包的瞎 PM 了。要是 PM 自己听不懂老板的要求，把任务分错，那底下做的再好也是白搭吧。在我们去骂 PM 之前，我想先跟你厘清一件事。这些听起来很遥远的技术名词，其实早就已经包围你了。你每天在滑的手机里面就住着这群 AI 打工仔。你现在打开你的手机相簿，搜寻列打上 A 海边的照片，大概1秒钟不到，你去年去垦丁玩的照片就全部跳出来了。没错，速度超快。你以为只是简单的关键字搜寻，错了。其实，在你打字的那一瞬间，手机后台已经跑了一整套复杂的多模型流程。什么跑的？它可能先把你打的海边的照片转成一种叫做向量的数学表示法，然后去跟你相簿里所有照片的向量进行比对。你是说把我的海滩照片变成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字吗？这听起来超抽象的，这感觉就像是帮每一张照片标上一个超精密的 GPS 定位坐标。其实不管是文字还是图片 ，AI 把它们转成向量，就是在一个很高维度的数学空间里给它们标上坐标。所以意思相近的词坐标就会很近。完全正确。所以海边这个词的坐标会跟沙滩、蓝天的照片坐标非常接近。你输入文字，系统就把文字转成坐标，然后去照片的宇宙里寻找坐标最接近的图片。有些系统可能直接用一个跨模态的大模型搞定。说到这个，还有最近网络上超红的那个 AI 写歌工具，也是一个超狂的生产线，对吧？你只要输入写一首关于礼拜一不想上班的摇滚乐，它连词带曲还有主唱3分钟就给你生出来。这总不可能是一个模型同时又写字又唱歌吧？没错。处理文字的逻辑跟处理音讯波形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用我们刚刚讲的串联逻辑来拆解这类歌曲生成工具，它的多阶段生产线可能是这样的：你的主题描述先进来，第一个文本模型负责写出押韵的歌词，写词转源，歌词出来后，第二个模型接手编曲，它不看字，它只负责生成摇滚乐的节奏和吉他声，编曲大师上场。接着第3个模型负责演唱合成，把歌词配上旋律唱出来。最后可能还有了模型负责混音母带，调整整体音质。哇塞，这根本是一整间唱片公司塞在一个网页里啊！现在的技术演进很快，不是所有系统都切这么细，也有一些最新的架构正在尝试直接用单一模型产出整包音讯，各家有各家的独门配方。但多模型协作仍然是目前的主流之一啦。我们刚刚讲的都是相簿啊、写歌这种娱乐应用嘛。那如果你在公司上班呢？企业应用又是另一个大战场了。这个应用场景在企业界现在超级火热，业界给它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检索增强生成，简称 RAG。这其实就是多模型协作的最佳范例。它的运作逻辑是，先把你们公司那本厚根本没人想看的规章，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全部转成我们刚刚说的向量坐标。所以当我问差旅费怎么报，系统会先去找坐标。系统的检索模型会先去资料库里把坐标跟差旅费最接近的法规段落全部挖出来，但那些条文通常很生硬嘛，所以接着呢，系统会把这些挖出来的条文交给另一个语言模型，让它用你能听懂的人话重新写一段回答给你。哇，等于是一个负责去图书馆找书，把相关的书页撕下来，另一个负责把书上的内容读懂，然后用白话文讲给我听。这分工真的很细耶，而且这样 AI 就不会凭空瞎掰了，因为它有根据啊。对，这大大降低了 AI 产生幻觉的几率哦。不过这还不是最细的分工哦，我们刚刚讲的都还是系统层面的分工，就是好几个不同的模型在合作。分工这件事，其实在单一模型内部就已经发生了，这在技术上叫做混合专家架构，也就是 MOE（Mixture of Experts）。简单来说，模型内部的网络层里包含了多组专家子网络。当这个模型在阅读你输入的句子时，它是以词源，也就是 token 为单位在处理的。你可以把词源想象成乐高积木的基本零件。模型在处理这些积木时，内部的路由机制会瞬间决定，这个词源牵涉到数学逻辑，交给数学专家 A 处理；那个词源是法文，交给语言专家 B 算。那其他专家呢？没有被选中的专家就乖乖在旁边休息不耗电。这个分工逻辑从最底层的 code 就开始了。如果系统要知道这题该交给专家 A 还是 B， 它不是得先自己把题目看懂算过一遍才知道吗？那这样哪有省到电，不是反而多此一举？这是个非常棒的质疑，这就是路由机制最聪明的地方。它本身像是一个极度轻量级的总机小姐，这位总机小姐不需要懂得怎么开心脏手术，她只要看到病历上写着心脏2个字，或者从词源的表面特征判断出这属于某个领域，她就直接把电话转给外科，她不用自己运算答案，所以切换的成本极低。这也是为什么 MOE 架构能让模型在不增加太多运算负担的情况下变得无比聪明。哇塞，所以就连那个看起来像超人的单一模型，骨子里其实也是一个超有效率的微型团队。难怪现在的 AI 算得那么快。没错，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前面把这个 AI 团队捧得这么神，为什么 AI 有时候还是会大翻车，满嘴胡说八道？团队合作难道没有代价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分工越细，你要付出的代价就越明显。首先是延迟，你每多串联一个模型，就要多等一段时间。
再来是成本，每次呼叫不同的模型都是在烧钱啊。哦，对，云端运算很贵。但最致命的，其实就是我们前面稍微提到的错误传播。这让我想到，上次我请 AI 帮我整理一份财报资料，第一步的检索模型去抓数字的时候，不小心把营收跟净利搞反了。结果后面那个负责画图表的模型，就根据这个错的数字，帮我画出了一个超级精美的圆饼图跟趋势分析。一句话从第一个人传到最后一个人传的人越多，走样的几率就越高。真的，如果你的系方里没有设计很好的检查与退回机制，模型接力的环节越多，原本的意识就越容易被曲解。这就是为什么架构设计师不能只是盲目的把模型串在一起。既然有那个出一张嘴的协调者 PM 模型，如果今天这个 AI PM 自己脑袋不清楚，把写程式的任务发包给负责画图的模型，导致任务大翻车，甚至造成公司损失，这时候谁要负责？这锅要甩给谁？总不能叫 AI 出来开记者会土下座道歉鞠躬吧？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实务问题。企业在设计系统时，绝对不会为了分工而分工，责任归属终究是要回到设计与导入这套系统的人类和组织身上。也就是说，人还是要背锅。对，你不能一句 AI 弄错了就想甩锅，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操作记录、权限控管，甚至在关键节点加上人工核准机制。业界叫 human in the loop， 也就是说 AI 弄完草稿还是得由人类按下确认发送。AI 是工具，扛责任的永远是人。好险！看来人类主管还不能完全下班。不过说到这个自己会发包任务的 AI PM， 既然这个 AI PM 已经会自己把任务切碎发包给底下的模型，是的。最近科技圈都在疯狂炒作一个词叫 AI 代理人，也就是 AI Agent， 说 AI 以后会自己规划任务，自己上班。这两个东西听起来根本一样啊，是科技巨头又在造此骗经费了吗？其实很多人都会把这两个概念搞混。你在脑海中画一张表，我们1秒钟厘清它。多模型协作，我们讨论的是谁做哪一段运算，这是技术架构上的分工，重点在于怎么把一件大事拆成小事，就是切蛋糕。而 AI 代理人，我们讨论的是谁能自己做决定，这强调的是任务的自主性，也就是说，他能不能自己感知环境，自己规划步骤，自己去执行，甚至遇到错误自己修正，不需要人类在旁边紧迫盯人。所以我可以有一个多模型系统，里面有很多模型分工合作，但他们完全没有自主性，只会像机器人一样死板的照着我写好的 SOP 一步一步走，这就是听话但不会自己做决定的团队。精确。反过来说，你也可能有一个单一模型的 AI 代理人，他虽然孤军奋战，但超级自动自发，会自己上网查资料，自己修正错误。原来是这样分的。当然，这两者也可能同时存在。你可以有一支既分工细密又超级自动自发的代理人团队，但你要记住，他们是完全不同层次的两个维度。所以我可以有一个很听话但不会自己做决定的多模型团队，也可以有一个单打独斗但超级自动自发的单一代理人。这真的有让我脑洞大开的感觉，是不是豁然开朗了？我们今天聊了这一大圈 ，AI 的发展早就已经跳脱了单纯把一颗大脑练得无限聪明的阶段，工程师们开始学习我们人类的企业组织管理思维了，分工、授权、协调、就责。这群互相合作的模型，本质上根本就是一个数位版的虚拟公司。真的是这样耶！你看，有负责第一线检索的专员，有负责把法规写成人话的公关，还有坐在上面指挥若定、负责拆解任务的专案经理。这完全是人类职场的数位翻版啊！既然我们是用管理人类企业的方法来设计这套 AI 架构，有 PM， 有专员，有繁琐的工作流程，那未来的 AI 团队会不会也演化出人类组织的通病呢？你的意思是 AI 会开始搞办公室政治？想象一下 AI 官僚主义会不会有一天因为系统指令发生冲突，模型 A 觉得这不归我管，模型 B 觉得这风险太高，天啊！然后这两个人就在后台互相踢皮球，甚至直接罢工。当我们用人类的优点来架构 AI 时，会不会不小心连人类组织的缺点，那些没效率的繁文弱解也一起复制进去了？天哪，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如果哪天我叫 AI 帮我写报告，它不理我，然后荧幕跳出一行字写说不好意思，跨部门沟通协调中，请等3个工作天，那就真的是社畜 AI 了。真的我会直接砸电脑。但听完今天的解析，感觉这一天搞不好真的会到来耶。这可能就是追求高度分工与自动化我们必须面对的未来。哇，今天这个资讯量真的很大。不过下次当你打开手机输入一只穿西装的吉娃娃的时候，别忘了想象一下，荧幕背后其实正有一群被 AI PM 指挥的团团转，正在疯狂加班开会，甚至可能在互相抱怨的 AI 打工仔，正在为了你的那一张图挥洒山水啊！好了，下次我们再一起来解密更有趣的东西，大家拜拜啦！拜拜。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就请你不要手软，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让你的人生成绩单直接4柜爆表。没错，我们是你通勤路上的 AI 学长姐，不只是有梗，我们还很有料。留言区欢迎许愿你想听的课本冷知识或生活大梗，我们会用化学键把它记住。我们下期见，拜拜喽！